幻塔 5.0 已经上线，你的太空之旅如何了呢？想必一定充满各种疑问吧。罗拉奶奶是谁？星期三海盗团和安可有什么关系？奥丁酒馆的幕后老板是谁？为什么主角来自爱达星的身份不能暴露？先别急，小峰带你一点点理清楚这其中的干系。让我们先聚焦到一份遗书上，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小峰已经把文案提取出来了。遗书的署名为罗拉汉斯，他便是5.0的迷之人物。红萝卜的奶奶罗拉，因为名字与诺拉相似，让很多人将两者联想起来。但很遗憾，罗拉和诺拉并无任何关系。早在之前的剧情里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，安可和诺拉死于实验室的爆炸，这也是为什么主角逆天改命在隔网中拯救他们的原因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罗拉和星期三没有关系，这里先卖个关子，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遗书可以简单的分为2个部分，前面是罗拉对自己生平的简述，后面则是将胡萝卜托孤给林赛。话说你和胡萝卜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妈。罗拉的生平分为4段，第1段记录了自己的出身，她的本名为罗拉·奥利里，出生于绮罗州春风湾，家乡盛产鲜花，家里也是以此谋生。这里就根据了罗拉和诺拉有关的可能。如果你再细心的注意一下她的出生时间，就会发现到2664年的大灾变，她才13岁，这也不可能是你隔网中认识的大姐头吧。接下来是第2段，简述了他进入太空的原因。绮罗人进入太空既是阴谋也是意外。当其他地区的人还在按部就班的生活时，绮罗却已经在秘密建造末日方舟，因为他们知道使用元能会出现问题，因为他们知道爱达星要出现灾难，如同末日题材的电影一样。当末日来临，权贵资本家纷纷都在准备逃离，而罗拉恰好因为离家出走，被游客带到了绮罗太空站。对于突然出现的罗拉，他撞破了末日方舟的机密，放走是不可能的，但也没法泯灭良知将他灭口，所以选择把他关进休眠舱。在幻塔的世界观中，休眠舱并不是第一次出现，早在人类从地球移民爱达星时，就是利用休眠舱进行太空旅行，哪怕持续了200多年，醒来的人也可以容貌如初。好在罗拉的休眠并没有那么久，这便是遗书的第3段。等罗拉再次醒来，爱达星已经发生了大灾变，绮罗太空站也已经顺利逃离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。绮罗太空站低估了灾难的严重性，起初他们只是想停留在太空等待灾难的结束，万万没有想到灾难依旧波及到了身处于宇宙的他们。绮罗太空站迷失在了某个时空中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，众人首先想到的便是依靠休眠舱活下去，但休眠舱是有限的，所以争抢就成了常态。罗拉也是这个时候被惊醒的，倘若去掉休眠的时间，这时候他的年龄不过才12岁，想要靠自己活下去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好在他遇到了一位贵人，克罗格·汉斯，他曾是诺恩联邦防卫军的高级军官。克罗格谎称她是自己的私生女，以此给了他庇护。罗拉也因此改姓为汉斯。这种混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。2670年，安霍尔集团提出大航海计划，绮罗人开始分为2个阵营，一方是回家派，由顶点集团赞助成立的一支先锋团，克罗格便是创始人。其名取自归去来辞的倦鸟之还，意思是疲倦的鸟知道飞回自己的巢，比喻从旅居地返回故乡。从名字也能看出，他们迫切地想要回归爱达星。另一方是探索派，他们依旧保持着逃离爱达的想法，想要寻找到新的宜居行星，开启新生活。其代表便是希望舰队。可惜自2674年发现绮罗磷矿区之后，双方便再无建树。在克罗格任职一支先锋团领袖时期，罗拉则成为了老师。林赛的父母便是他的学生。等到克罗格去世之后，罗拉辞去了老师一职，成了一支先锋团新的领袖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安霍尔集团突然崛起了，这就不得不提到绮罗的新货币信用点。为了结束对生存资源的争斗，安霍尔集团推出了信用点系统。这一举措打破了安霍尔与顶点集团的平衡，由此便来到了遗书的第4段。安霍尔集团崛起，顶点集团中落。随着安霍尔集团的话语权上升，回家派和探索派的平衡也被打破。绮罗开始以探索派为主导思想，回家派则被打上了海盗团的烙印。至此，一支先锋团成了历史，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太空海盗团。罗拉变成了新的海盗领袖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星期三海盗团诞生了。根据资料叙述，星期三的名字来自于神秘的资助人，他唯一的条件便是海盗团要叫这个名字。殊不知这个名字也成了未来的灾祸。到此，遗书的前半段就解读完了。想必你肯定会有一个疑问，海加德去哪儿了呢？为此，小峰还真的到处挖掘了一下，最终发现绮罗的海加德是真的弱鸡，变成了安霍尔集团麾下的海加德科研所。看来并不是每个时空的海加德都仓位成功了。接下来是遗书的下半段，共分为6条。
第一条透露出了胡罗贝的真名，叫做罗塞塔·汉斯，而且还是个小富婆，账户里有363.53万，这不比17静园的累倍香多了。不过马上就要没了，因为新的海盗团成立了，马上就要修飞船了，这也算是官方的铺垫吧。顺便说下，胡罗贝的生日是3月10号，罗拉奶奶的生日是8月28号，所以我们也算是知道密码的人了。已知林赛贷款80万开的店，可见300多万并不是小数目。现在打劫胡罗贝还来不来得及？第二条安全航线，当你在探索中到达边界时，就会显示迷失，这便是时空乱流了。也正是因为绮罗时空遍布着时空乱流，所以探索才变得艰难。罗拉将自己知道的安全航线都委托给了林赛，这点也能从仓库中的资料找到，密码同样是03100828。第三条讲到了黑月亮海盗团的领袖，早在先导 PV 的时候，我们就和黑月亮打过交道了。那次抓捕行动正是针对黑月亮的抓捕，在空港区也能找到行动的资料。黑月亮海盗团的团长海伦被抓捕，关到了布莱顿区，这也是我们要前往布莱顿的原因之一。海伦虽然是海盗，但他却是心系艾达的。在林赛的旧物记录中，他曾经买了一辆艾达时期的玩具车，从目前的铺垫来看，他很可能也是未来的UP角色。不过很可惜，在他被抓了之后，手下们却在算计着林赛的宝藏，小弟们算是养废了。第四条是对林赛和西佩尔的劝解，两人只是观点不同，但也不分对错，可见罗拉对自己的弟子还是很信任的。西佩尔也不算是我们的敌人。第五条则隐晦地指出安霍尔集团的异样，很快地吞并顶点集团，拿到了最高统治权力，并扶持希望舰队成打手，打压回家派为海盗。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黑手。事实上，处于上帝视角的我们是知道黑手的，那就是绮罗的弑神者。第六条，托孤胡罗贝，这里引出了一个谜团，那就是胡罗贝的身份。胡罗贝的父母究竟做了什么事情，又为何会离开呢？从空港区的资料能看出，针对海盗的清剿行动便是因为胡罗贝，他的身世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？只能静待后续了。罗拉唯一留下的嘱托便是不能将胡罗贝交给莱法，但要调查胡罗贝的秘密，就必须前往莱法所在的布莱顿区，这也是绮罗时空最关键的桥段了。最后还有个很关键的一点，遗书的时间是2713年3月，而游戏里现在的时间是2714年，也就是说罗拉早已经洞悉到了一切，比如安霍尔集团密谋的海盗清剿行动，可见安霍尔内部是有着间谍的。从目前的信息推测来看，传递消息的人很可能会是西佩尔。罗拉留下遗书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源自于此。一封遗书虽然串联起大部分的线索，但对于绮罗的疑问并未全部解开。奥丁酒馆是何人所开？灰狐的陶德家族藏在哪里？灵矿区的真相是什么？星期三的名字如何贯穿了2个时空？让我们下期接着解读。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